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8号。12月8号，我们今天给大家报告的今天的重大新闻是德州拯救美国。什么叫德州拯救美国呢？也就是德州正式出手了。他出手了什么？德克萨斯州就在昨天晚上，礼拜一的晚上，接近午夜的时候，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是个什么诉讼呢？这个诉讼非常特殊。这个诉讼是德克萨斯州对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4个州的选举程序提出异议，理由是这4个州违反了宪法，也就是德州起诉另外几个州，这几个州你们在选举过程中违反了宪法，违反了选举程序，要求最高法院介入这4个州的选举程序的调查，这是德州发起的。德州在起诉状里面明确就说了，这些州它违反了宪法，都违反了宪法选举人的条款，通过他们自己的行政措施，而不是州的立法机关更改了投票规则和程序，而各州呢，在他们自己不同的县所采取的投票规则和程序又有差异，也就是一个州里面都有很多差异，这完全就是违反了美国宪法平等保护的条款。最后呢，德克萨斯州认为，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州都存在着投票违规的行为，因此要求最高法院给予立即介入调查。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招，因为按照往年的惯例呢，在大选年的12月8号，也就是今天这一天啊，各州都需要把自己的选举人已经推选出来了，到12月14号就正式由各州的选举人代表这个州去投票了，那是指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那么今年有争议，也就是到今天12月8号，各州的选举人未必能够推得出来。德克萨斯州之所以在12月7号午夜要提出这个诉讼，就是要求这个有争议的这些州，你们的选举人不能够马上推出来，即使是推出来，也是应当由你们的州立法机关来推，而不是由原来的州长、州务卿继续认证他们当地已经发生了选举舞弊的这个投票结果。那么为什么是德克萨斯州来向最高法院提出这个申诉呢？这也就是美国各州啊，它都有这个权利，因为按照美国的宪法第3条规定，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辖权，2个或者是超过2个州以上，他们之间一旦发生争端，都必须只能在最高法院解决。因此德州率先提出，其他州也可以提出啊。那么德州为什么提出呢？是因为德州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他认为本轮大选已经有好多州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的选举公平，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采用那些舞弊的结论，那么显然对今年的大选是极端不公平的。所以说德州呢，他主动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诉讼那4个有问题的州。那么这件事的发生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其实这是美国宪法第3条，保护各州他们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全美国人民的利益时候，他们有这个权利。那么这件事的操作者是谁呢？可以讲这件事的操作者就是德州重要的一个参议员，叫克鲁兹。克鲁兹的功劳是克鲁兹主动率先提出这个议案，然后德州采用了他这个议案，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了。克鲁兹明确就表示，如果最高法院采用这个诉讼，他本人愿意出庭辩论。因为大家知道，克鲁兹也是一个出名的大律师啊，在川普总统提名的那几个预备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那几十人的名单里面，克鲁兹也是赫然在列的。那么克鲁兹这个人大家都不陌生了，克鲁兹和卢比奥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参议员，都是反共的急先锋，也都为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都是呢被中共制裁过，所以说这2个参议员我是非常佩服的。但是在本轮大选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是金，一个是沙，这就如同很多华人名流啦，那些海外的那些名人大 V 啦，他们在本轮大选里面的表现，大家都是一目了然的。这些人很多人是背叛了自己的民主理想的嘛，他们现在投靠民主党、投靠拜登，甚至投靠中共，这些人的行为我们是非常不耻的嘛。那么卢比奥和克鲁兹在本轮大选里面的表现，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嘛。克鲁兹是要维护美国宪法，维护大选的公平，而卢比奥是劝川普赶紧认输吧。所以说在共和党议员里面要求川普赶紧认输，承认拜登当选的这个25人的名单里面，卢比奥是排在第2个的。因此我可以讲是金是沙，拿出来一练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本轮大选突然出现一个德州上诉的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包括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招。但是这一招非常有用，也就是最高法院必须来受理这个案子，最高法院必须调查
德州所诉讼的这4个州，就是佐治亚州、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调查这4个州的舞弊状况，对他们4个州的舞弊情况查清以后，才能确定今年大选各州申报的认证的这个结果。在舞弊没有排除的情况下，显然这4个州的选票是不能够合法计入的。在不能合法计入情况下，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和拜登他们个人的选举人票都达不到270票了啊，达不到270票就走议会选举啊。我多次说过，议会选举川普100%胜啊。很多人还在那个地方说不一定啊，有可能共和党人有人反水啊，有些州到了临时之后全部被拜登那么腐蚀，被民主党拉拢，然后就投了民主党。这不是他们想投哪个就投哪一个，这个票不是你们商量商量投谁的问题，而是这个州的这张票根据宪法这个投票的规则，也就是你必须投这个州里面执政的这个党派的票，也就是你这个州谁在执政，你这个票就只能投给这个党。那么现在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州都是共和党在执政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次大选共和党是大获全胜啊，参议院占了多数，众议院不但1席未丢，还净赢了13票，也就是说参众两院现在共和党都占有绝对多的优势。那么在各州也是这样，绝大部分的州现在都是共和党在执政，因此这个票投到共和党的竞选人，投到川普总统的名下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说一旦走入议会选举，川普总统就赢了。因此离这一天已经不是很远，德州发力的这一炮给川普总统就带来了一个胜利的喜讯。所以说我们静待整个最高法院他审理了各个案件以后，根据最高法院审理的状况，然后呢我们持续的给大家跟踪报道。现在呢美国呢大家都知道，美国呢腐烂的很快，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共呢不断的腐蚀拉拢，美国呢它堕落的非常非常的快，大量中共派到美国的各类人员，无论是他的外交人员、新闻从业人员，还是他的学生啊、工程师啊，到美国来的学者专家，包括派出了大量的美女渗透到美国各界，对美国进行腐蚀渗透。今天美国媒体就报道了一名中共的女间谍，这个女间谍的名字叫芳芳，她的这个英文名字叫克里斯汀·芳。这个人呢在加州旧金山东湾区呢，以东湾大学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呢，不断的呢接触美国的各类政界人物，渗透影响美国社会的政治选举。他的目标包括各州的市长和美国的国会议员。后来他是被 FBI 发现以后，这个人已经逃回中国。他曾经长期在加州政坛进行收买议员，跟2名加州的市长都发生过性关系。美国的情报部门完全证实，这个人就是中共派到美国的女间谍之一。芳芳呢，她有一个细节是，芳芳这个人在车震俄亥俄州的某一个市长的时候呢，被 FBI 呢监听了全部的内容。之后呢，芳芳对这段内容，她向 FBI 的解释就说，她跟这个市长的交往是为了去学英语。这个芳芳呢，长期潜入美国，过着呢奢靡的生活。她开着一辆白色的梅赛德斯的奔驰车。这个人呢，在美国政坛，尤其是在加州，在旧金山北湾区这一块，他跟大量的政治人物混在一起。因此芳芳这个人被美国 FBI 再次认定是间谍，并且在今天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把它披露出来，就是警告美国社会，大量的中国派到美国的这些美女们都是存在着巨大的陷阱的。所以说很多美国的政要人物在金钱和女色面前，这些政要们能不能扛得住呢？你看他们能不能扛得住呢？最近2名共和党籍的前州长，一个是密歇根州的州长叫斯奈德，一个是犹他州的州长叫洪福培。另外2个民主党州的州长，一个是前密苏里州的州长叫霍顿，还有一个是美国首位华裔州长华盛顿州的州长叫骆家辉。他们4个人接受了媒体的访谈，他们都主张新政府，也就是他们认为的新政府，就是拜登执政的政府了，要求拜登执政以后立即要对中国取消现在川普总统加在中国头上的各种关税。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尤其是骆家辉。骆家辉大家都不陌生啊，除了在美国担任过华盛顿州的州长，还担任过美国驻中国大使啊。所以骆家辉的表态就可以代表现在美国被中共所有俘虏的那些州长、俘虏的那些高级的美国官员，他们的一个心态，他们都要向中国靠拢嘛。骆家辉就表示，华盛顿州超过了10万个职位，由于进出口贸易被川普总统加税以后，这些人丢掉了他们的职位，也就是他把当地失业的人口造成的原因，把它算到是川普加税的原因上。同时他说，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波音公司过去3年都没有向中国卖出飞机，使得该州与中国的贸易额大跌60%。他讲的这个完全是假话。中国之所以不买波音飞机，这是中国故意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制造摩擦，制造是非。由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中共呢他就专门
去讨好默克尔，去买了一部分默克尔的空客飞机，而停掉了一部分波音公司的订单。这实际上是中共在欧美之间制造矛盾，挑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而骆家辉把它说成是川普加税的原因，并且他强调，由于来自中国的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最终呢都是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为什么来自中国的原材料？为什么你美国一定要买中国的原材料？那不就是骆家辉他们都希望把所有的美国贸易跟中国挂钩吗？川普总统要他们脱钩，他们就是要挂钩。由于他们对中国的这个贸易依赖，所以这些人才希望美国能够取消这些关税。他们认为这些关税的产生就导致了他们的州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下降了。他们要维护中国的贸易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家族利益吗？你觉得这些人跟中国做生意的哪一个不是涉及到他们家族本身跟中国之间有贸易关系、有利益关系呢？所以骆家辉呢，他不会跟你谈这个问题。对于关于美国公司大量的知识产权被中国盗取的问题，骆家辉就说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啊，但是这个问题属于联邦政府层面啊，应该留给华府跟北京交涉啊。你看看骆家辉讲的是人话吗？也就是在美国的知识产权盗取，他说让联邦政府去解决，联邦政府再解决啊。美国解决跟中国的知识产权盗取的问题，就是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就是打贸易战里面的一个必要内容啊。美国就是绝不允许中国再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啊。所以说骆家辉对摆在面前的美国大量的知识产权被中国盗取的问题，他把它转嫁到联邦政府层面，那不都是在各州发生的吗？你们各州难道不要抵御中国对你们的知识产权盗取的问题吗？所以你从骆家辉里面的发言，你就可以看出美国大量的这些政客，他们跟中共勾兑的如此深，他们如此深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深呢？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芳芳，他已经潜入到美国，像芳芳这样大量的所谓美女间谍，他们跟美国的这些政界人物，他们要么给钱，要么上床，要么把这些人拖上床，要么把这些人拖下水，然后最终美国这些政客通通在美国的不同层面为中共辩护，也就是中共他大举的渗透美国，他不仅仅是用金钱美色去俘虏美国的高层，同时对美国的人民进行思想洗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最终美国就是染红了嘛，染红了美国才向社会主义变化嘛，才向委内瑞拉发展嘛。那么民主党执政以后，再从国家制度和政策上靠拢委内瑞拉，那美国堕落的很快嘛，也就是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美国很快就会成为南非嘛，美国很快就会被中共征服。中共就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把美国完全染红以后，然后美国制度就堕落了嘛。你看加州就是这样嘛，加州就是美国受侵害的最严重的一个州。加州刚刚有一个检察官新被任命，这个检察官上任以后，马上就宣布很多罪在加州是不起诉的，也就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只要不是重罪都可以无现金保释，也就是你犯了罪马上就可以保释，立即就可以出狱，出狱可以继续祸害社会，你就继续犯罪，犯罪不起诉你。这就是加州一个检察官新被任命的检察官，他马上就这样宣布啊！我不知道民主党他凭什么有权利就可以改变国家的法律制度？按道理，检察官你是代表国家公诉，也就是当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有了刑事公诉案件时候，你必须起诉他，你没有权利修改法律，法律要求他定罪的，法律要求起诉的案件你必须起诉，你有什么权利宣布不起诉呢？也就是美国的法律制度被民主党破坏的非常多啊！加州可以讲，加州是共产主义州。加州再继续这么堕落下去，加州要不了多长时间，加州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埋在美国的一个省了。你看加州堕落的有多快，所以说我多次讲过，我是一定会搬出加州的。可以讲，如果川普总统连任的话，那么我会按照我原来制定的家庭计划，那么有步骤的，我最终是搬离加州。如果是真的川普总统这一次大选就被窃取了，拜登就任了，那可以讲我会刻不容缓，立即就搬离加州，因为加州你待不下去了嘛。如果民主党继续这么腐朽下去，那么加州很快就成为共产主义在美国的一个省嘛。加州之所以被破坏，这都跟大量的埋在美国的这些有共产主义思潮、有纳粹思维的人对美国破坏有关。可以讲，美国之所以堕落，我在我以前的一期节目里面讲过，是因为掌控美国财富、掌控美国政商两界的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犹太人群体。犹太人的富豪，他们立志要改变美国，他们要向共产主义靠拢。我可以跟你讲，犹太人他现在跟共产主义的结合啊，他已经达到了丧失人类良知的地步。犹太人因为当年被德国纳粹所镇压过，
德国纳粹当时要种族灭绝主义，要灭绝犹太人。那么经过世界大战，经过2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运动以后，那么犹太人终于获得了新生。而犹太人获得新生以后，他们首先要把自己这个民族肯定为他们是被德国法西斯镇压，他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受害的民族，全世界都欠他们的，所以他们始终要强调犹太人是一个受害民族，要全世界都给予犹太各种支持。那毫无疑问来讲，他这种想法也是正确的，因为犹太人确实在当时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时候，对很多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杀。问题是犹太人他们反纳粹反德国，但是他们不反共产主义，他们要跟共产主义结合。为什么要跟共产主义结合呢？因为他们大把的财富结合了共产主义以后，犹太这些富豪们，他们最终就可以达到他们通过共产主义思维去统治全世界。因为可以讲共产主义的起源也来自于德国嘛，也来自于马克思嘛，他跟犹太人的这种想法是很切合的嘛。所以说我说过，犹太人最终是要控制世界的。犹太的富豪索罗斯说过什么？他一生的使命，他积累了再多的财富，他的目的就是要摧毁美国。这就是犹太的富豪索罗斯啊，他花了好几个亿去支持黑名贵，支持安提法，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搞乱美国，摧毁美国吗？他明确讲，他就是要摧毁美国吗？为什么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检察官、美国的新闻媒体不去调查索罗斯，美国的司法机关不去打击索罗斯，可以让索罗斯为所欲为？除了索罗斯这个犹太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犹太人，就是扎克伯格，也就是脸书的 CEO 扎克伯格。扎克伯格是怎么干预大选的呢？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啊。在整个大选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这个投票机器，就是多米尼公司的投票机。这个多米尼公司的投票机，它是怎么安放到美国各州的？这就是因为扎克伯格在背后资助。你看多米尼投票机的销售员，他到了任何一个州的时候，首先就跟那个州的州长、州务卿讲，你要不要用我们多米尼的投票机？人家州长讲说，我们没有钱，我们哪用得起？你一台机要$8000的。销售员就跟他讲，没问题，你只要跟我们签协议，这个钱由扎克伯格付，由脸书公司付，你根本不需要付一分钱，只要你签了协议，我们机器就拖过来了。但是这个机器必须由我们多米尼公司检查，你们州里面的工作人员是没有资格来监督这台机器的，因为这个机器我们有专利权。所以说，这就是多米尼公司他们在扎克伯格的资助下，他们把这个机器把它投放到美国各个州里面。美国绝大部分州本轮大选里面所使用的这个机器，这个投票机就是多米尼公司的，而多米尼公司的投票机可以随意的修改数据，随意的篡改大选的结果。那么最终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量的舞弊都跟多米尼机有关。这也就是说明扎克伯格就通过这个机器来控制大选，来干预大选了。那扎克伯格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捣毁川普，他就是要把美国的传统价值观破坏。他知道川普是共和党，是保守党，是要恢复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他就是要在美国制造跟索罗斯一样，让美国毁灭这么一个结果。今天这个你还看不清吗？为什么大量的支持黑名贵、支持安提法的人，这些人都来自于他们犹太家族或者犹太家族势力呢？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毁灭世界的一个手段。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啊，用共产主义毁灭了美国以后，全世界就实现了他们共产主义理想了。所以习近平这时候跃跃欲试啊。扎克伯格为什么他连他儿子的名字都希望习近平帮他取啊？那就是他想跟习近平两人沆瀣一气嘛，这还不是很简单的事实吗？只不过美国人在他们的宪法被破坏之后，他们会坚持他们的原则，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退让的，他们要捍卫他们的宪法，保护他们的国家。因此你看前几天76个宾州的议员，他们就联名否决了宾州现在的这个宾州州长和州务卿认定的这个宾州的选举结果。宾州一旦推翻他们州务卿和州长现在的这个选举结果，其他5个州都有可能翻盘。这就是宾州他自己这个州里面的议员，现在有76个议员联名签署了这个文件，要求推翻他们州里面现在的这个选举的舞弊的结论。那么宾州是这么干的，其他州也就跟上了。亚利桑那州在昨天也有28个亚利桑那州的议员，他们要求取消他们本州的这次大选的舞弊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结果完全不可以认同。那么最终这个结果由谁来推出？他们州议会有权利推选他们的选举人。那么宾州是这么做，亚利桑那州是这么做，另外几个州也会这么做。那么这么做的这个结果会什么呢？你就看宪法呢，它是授予每个州他这个选举人啊，由州议会来推出的，而不是由州长、州务卿来任命的。在选举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往年的做法都是由州长和州务卿他们来任命选举人，然后选举人把本州所投选的总统竞选人那个得票多的那一位竞选人，然后把本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全部投给他。这
这是往年正常的做法。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因为今年发生了大规模的舞弊嘛，在大规模舞弊的情况下，州长州务卿仍然认定本州的选举结论，由州长州务卿直接任命选举人代表本州投票的这种说法，在本州议会就通不过了。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每一个州它的选举人票是核定的，多少票就是多少票。比方宾夕法尼亚州，他20票就20票，这20张选举人票，他投给哪一个人，哪一个人就获得这20张选举人票。但是谁来代表州里面投选这20张票？过去都是由州长和州务卿指定一个选举人团，由选举人团的代表，然后把这20张票投给某一个总统竞选人。但是如果发生舞弊情况下怎么办呢？按照美国的宪法规定，也就是每个州的议会有权利决定究竟谁代表本州作为选举人团来投票，这是由州议会决定，是州的立法机关决定，而不是州长州务卿决定。往年是按照惯例，州长州务卿可以任命，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宾州和亚利桑那州都有议员提出不认可本地现在州长州务卿给出的这个舞弊结论，要求由州议会推选这个选举人团。那么一旦是改变成由州议会推选选举人团，那么马上角色就变了，也就是这些选举人团他们会根据州议会对他们的授权，然后根据本州人民的意愿，然后最终他们把选举人票投给那个总统竞选人。这是指这个州自身的做法。那么还有最高法院呢，也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现在已经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上诉，也就是德克萨斯州的起诉是直接起诉到最高法院的。最高法院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起诉，对4个问题州进行审议以后，如果认定这4个州他们的选举无效，那么你们的选举人就不用来投票了，根本就选举无效，你们州的选举就被废除了。在他们的州的选举被废除情况下，那么100%就是拜登和川普他们2人都达不到270张选举人票了嘛，都达不到情况下就进入议会选举程序嘛，这是美国的大选程序，程序是不可能破坏的，不是像很多人设想的，最高法院就直接宣布拜登由于作弊，拜登出局，川普当选。最高法院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宣布，因为最高法院没有这样的宪法授权，最高法院只能判定某个案子舞弊，某个州的选举结果不成立。某个州的选举结果不成立，就意味着这个州的选票不可以计算。那么不可以计算的情况下，总统竞选人他们最终通过什么程序来产生总统呢？那美国宪法已经有完整的规定，就是当2个总统竞选人达不到270张选举人票者，就走入议会选举程序嘛。那么有现成的选举程序，肯定按照程序来，按照宪法的程序来嘛。以往的这个大选，各州的选举人将在12月14号正式投出各州的选举人票，这是以往的大选。今年12月14号就在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各州的这个选举人还能不能如期产生？如果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4号之前对德州的这个上诉案给予驳回的话，那么各州仍然有权按照自己州里面推出的选举人团，然后在12月14号进行了选举人投票。那么这一天会不会是这么发生？发生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可以讲，未来的一周将会有激烈的争夺。这个激烈的争夺最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呢，拭目以待。根据所有选情的变化，我会给大家做跟踪报道。好，最后说一下，明天呢，是因为我起诉王文耿，就是郭蚂蚁，所有的蚂蚁帮包围我家的，他这个为首的王文耿，他侵扰我家的这个案件，在明天呢，在他已经申请延期开庭1个月之后，就是12月9号，明天呢将会在我们洛杉矶的城县法院审理。所以说明天呢，我要参加开庭，根据整个开庭的结果以后，然后最终呢，我才能向大家报告开庭的结果。因此呢，明天的节目呢，我会给大家呢发的比较迟，请大家原谅。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